我天生性瘾重，每晚都要疏解后才能入眠。于是刚满18，我娘就带我行了割礼，要我为未来夫君保住贞洁。可她不知道，我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生媒，专为死去的人续香火。成了107次婚后，我刚准备金盆洗手，却接到了价值800大洋的大单子。上门来提亲的夫人名叫吴如烟，她家3代单传，就这么一个独子，还不巧横死了，要我过去给他们续上香火。这事儿要办2次，一次在家中新房，一次在坟冢前。姑娘放心，规矩我懂。这是800块大洋。我第一次遇到要办2次事的单子，多数人家只在新房行礼，这还是第一次要求再去坟冢办一次的。我略一思索，伸出4个指头。这事好说，得加钱，400大洋。只要能给我儿留后，多加400大洋又算得了什么？他哭得伤心，我忍不住打断，叫他回去将新房布置好，今晚我就去成亲。夫人走后，我将定金藏到家中，美滋滋地开始幻想金盆洗手后的自由生活。接着我拿了20块大洋，上街置办了一身贴身的红色旗袍，盖上红盖头，雇了个黄包车夫，就这么简单的出嫁了。我按着雇主给的地址，很快在城中一处戒备森严的公馆里见到了先前的夫人，她身旁还立着位中年男子，那是许森邦，是这处公馆的主人，也是他那亡故儿子的父亲，听说是顾大帅手下的得力副官。吴如烟仔细将我端详一番，随后点了点头，勉强挤出个笑容。生没生的国色天香，我家阿川命薄，临去了才有这等福气。这就劳烦陆姑娘了。2位言重了，时辰不早，我们尽快开始吧。我先前嘱咐的东西可备妥啦？都备下啦。他招了招手，立时便有下人提着一只精神抖擞的大红公鸡过来。我打开包袱，取出早已备好的笔墨和红纸，细细问起我新婚丈夫的姓名、年庚、生辰8字，以及是如何故去的。我提笔蘸墨，在红纸上写下许川的名讳与8字，随后将红纸贴在大公鸡的背上。接着我跟他们来到了新房，刚一踏进房门，我就被扑面而来血腥气冲了满脸。只见新房的墙上、柱子上、地板上溅满了血迹，正中央摆着一副棺材，乍一看满目猩红。在我前头107位丈夫里，我不是没见过死得惨的，但这像是被人活活砍死的，还是头一位。我走近2步，仔细闻了闻，果然有一股散不去的怨气。我猛地回头，怒视2人。许副官、许夫人，可还有事瞒着我？2人脸色一惊，竟有些发抖，但依旧强装镇定。陆姑娘，我儿就是在这儿被刘匪杀害的，是不是有什么顾虑？我沉思片刻，又伸出2个指头。怨气不散，得加钱，200大洋。许森邦面色一僵，眼神复杂。好儿媳果然不同凡人，连开价都如此出人意料。不过只要我儿能有后，200大洋又算得了什么？他当即叫人端来一盘大洋，银闪闪亮晶晶的，看得我心花怒放，立刻改口。公公婆婆放心，今夜我定能让相公圆满上路，圆您2老抱孙子的梦。我让他们叫人摆好高堂花烛，用大红公鸡便代替许川，与我一同行了拜堂大礼。礼毕之后，我和他们约法3章。第一，待会儿我会在门口点一根特制的引魂烛，你们走动千万小心，不要吹灭了蜡烛，蜡烛灭了，这香火也就断了。第二，蜡烛自然燃尽之前，无论你们听到里面有任何动静，都不准进来，否则惊扰了下面，我也无能为力。第三，做这事不能打扰，更不能偷看，要所有人都推到院外。若是有人悄悄偷看，那便是心不成，心不成则不灵，后果自负。他们听完我的吩咐，连连点头，收拾好一切退出去。我从怀里取出一根蜡烛，正要点燃，突然从屋内吹来一阵妖风，把火灭了。许森邦夫妇2人立刻吓得浑身发颤。好儿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没说话，又点了2次，无一例外都是刚要点燃就被妖风吹灭了。不远处的许森邦夫妇和仆从们已经吓得不敢说话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果然横死的就是怨气重。不过再重的怨气也不能砸了我的饭碗和那1400大洋。我双手合十，朝天地一拜，嘴里念了一串咒，接着第4次掏出火折子。这一次蜡烛顺利点燃，火光明明灭灭，众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我将蜡烛放在门边，转身回房关门。屋内等着我的是那副棺材，大红喜烛还在静静燃着，那棺木前后各立着一对纸人，脸蛋涂得红扑扑的。这场景别人看了大概觉得瘆得慌，可我见多了，早已没有感觉。我自诩自抬脚朝棺木走去，看见里面躺着一个年轻男子，他眼睛闭着，胸口也不曾起伏，一看便是个死人。不过便算是闭着眼，也能看出他眉眼周正，脸部轮廓像刻出来似的，非常清俊，带着一种留洋归来的洋气，而且鼻子又高又挺，我阅人无数，还没遇见过鼻子这么挺的。这下我没忍住，把手伸进他寿衣底下，先摸到了一个热乎乎的汤婆子，看来他们很听我的话，把身体好好暖着，方便后续使用。汤婆子下面就是硬邦邦的腹肌，我仔细摸了摸，居然有8块，这也太妙了。可惜啊，可惜你是个死人，否则可就针对了我的胃口。办事前我按照规矩，双手合十，朝他拜了3下。
许川，初次见面，我叫陆夭夭，今夜就算是你的娘子啦。听你娘说你还是个童子身，这对你留后帮助很大，我会尽力的。那么接下来我就开始啦。我立刻换上一副面孔，就好像真把许川当做自己丈夫一般。亲爱的，穿着衣服睡觉不舒服，我帮你脱掉好吗？说完，我便动手把他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解开，扒到一边去了。紧接着，我也脱了自己身上的喜服，躺到他的旁边。亲爱的，放心，我会对你温柔的。他爹娘之前按我吩咐用汤婆子捂着，尸身现在还是软的，摸起来除了比活人凉点，倒也不怎么僵硬。而且现在还在12个小时内，该立的还立着，方便我行事。紧接着，我将手伸下去，紧紧握住。我猛地一下眼睛瞪大了，我清楚地感觉到许川的腰主动向上挺了一下，而此时床头那俩纸扎人不知何时竟悄悄扭过脸，看向了我这边。我赶紧松手，朝他胸口摸去，他还有心跳。我以为是自己摸错了，又赶紧把耳朵贴到他心口上，心跳的咚咚咚，听着那虽然不强，但确实存在的心跳声，我终于确定了，这个男人他根本没死。其实方才摸他身体的时候，我便觉得有些奇怪的。从许氏夫妇说的来推断，他死了足有6个小时，哪怕用汤婆子捂着，也不可能还跟活人一样软乎乎的，还有弹性，更不可能哪儿摸着都还有点温度。这便说明这个男人根本还没死透。这会儿已经入夜，加上耽误的时间久了，再送去西医院怕是来不及，运到半路没准就真咽气了。我决定试试师傅教我的法子，看能不能把他救回来。我一边揉搓他的穴道活络气血，一边用自己的体温捂着他，时不时还得渡些阳气过去，救人要紧，也许不上什么男女大防了。再怎么说，我收了人家一大笔钱财，救的又是个顶好看的男人，怎么算都不亏。我忙活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这俊俏男人猛地咳了几声，居然真的睁开了眼睛。我惊喜交加，正想下地去告诉外头那对夫妇这个好消息，想来他们知道儿子没死，定会欢喜不已。搞不好一高兴，我再开口要个200大洋也不成问题。谁知我脚刚沾地，一只手就抓住了我的胳膊。别出去，他们不是好人。我一下愣住了，没明白他这话的意思。你可是他们儿子，哪有爹娘会害自己孩子的？那男人虚弱地靠着棺木坐起身。姑娘误会了，我并非他们的孩子。你不是许川？我叫顾潇，是顾振廷的儿子。我听得倒吸一口凉气。顾家是我们这儿的头号军阀，那个手握重兵的顾振廷。俊美男人点了点头。我狐疑地看着他，觉得不对劲。不对，你若不是他们儿子，他们费这么大劲给你留后图什么？我将刚才的200大洋给他看，这年头可没冤大头会掏1000多两大洋给便宜儿子。我是被他们绑来的，他们要我写信给我爹勒索500万大洋，我不肯就范，便被他们用湿布一层层蒙脸给活活憋死了。他们找你来留住，便是想趁着我刚死没多久，要是怀上孩子，将来好拿孩子做文章，谋夺我顾家的财产。若我没料错，姑娘你也走不了。若是你怀不上，明日一早他们就会杀人灭口；若是怀上了，他们会把你囚在此处，直到你生下我的孩子，之后也是杀人灭口。我吓得魂都快飞了，全身一阵哆嗦，这走哪条路都是死路。你没骗我，他们真要对我动手？这是我之前尚未完全昏死时偷听到的。我的脸瞬间没了血色，怕得要死。我就是想赚点辛苦钱，哪晓得竟掉进了这种杀身陷阱里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吴如烟的声音：夭夭，事办得如何？我儿可有回光返照的迹象？那声音吓得我脑子一懵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我正慌着呢，吴如烟紧跟着又补了一句，这话差点没把我的心吓得跳出来。陆夭夭，我儿怎么坐起来了？我大惊失色，他居然能瞧见顾潇坐起来了，莫非这屋里有什么窥视的门道不成？但这念头很快被我打消了，真要是有，那对夫妇怕是早就冲进来了。可他到底是怎么看见的？婆婆，是我把他扶起来的，方便做事。这不是也想能快点为许家留后？我说的隐晦，又坐在顾潇身前，装成在办事的模样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以为我儿又活过来了，还自诩自开心了一会儿。夭夭不愧是做这行的，懂得就是多。听他信了，我暗暗松了口气。婆婆，你别忘了方才拜完堂后，我同你们约法3章，这第3条便是不许偷看。你如今悄悄看了，触怒了神灵，这事儿能不能成，可就不好说了。这是我们一行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婆婆还是要守规矩些。屋外的动静小了几分。哎，这我没偷看，这不是门上正好有道缝，我是站在院子里远远瞥见些模糊影子，算不得偷看。神明保佑，保佑我儿有后，无心一瞥，算不得偷看。我灭了烛火，摸到门边，借着外头透进来的微光，仔细一瞧，果然有道细缝，二话不说，扯了块帕子就给堵严实了。婆婆，劳驾您和公公站到院子外，走来走去容易吹熄蜡烛，这事儿要办一夜，半点不可马虎。好好好，我这就走。不过夭夭，你家里可还有什么人？或是平时是否有交好的姐妹？
你来我们这儿可有跟他们打过招呼？我是想着你嫁进我家虽是为办事，但也是我名正言顺的媳妇儿，该去给你的亲朋好友送些礼。我和顾潇对视一眼，他朝我摇摇头。我明白吴如烟说这话是为了试探我是否将来这的消息透露给别人。万一他们将我灭口，有人报官可就麻烦了。婆婆放心，我天煞孤星，无父无母无亲朋好友，就连村里子的人见到我都绕道走，就不必去送礼啦。等吴如烟的脚步声彻底远了，我才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后背都让冷汗浸湿了。这一番下来，也就坐实了顾潇的话，这对夫妻果然不是好人。这场喜事果然是个彻头彻尾的陷阱。跑，我必须得想办法跑出去，可眼下的麻烦是怎么跑？这院里院外全是他们的人，如果跳窗，顾潇的身子骨还没好利索，我带着他跑也跑不了几步。我脑子里闪过一个主意，可以学戏文里的法子，先把窗户弄开，丢几块石头，让他们以为我们跳窗跑了。实际上，我们俩就藏在床底下，等他们追出去找人的时候，我们再溜出来，这样就能跑掉，路上还能找人报官。但顾潇立马否定了这个想法，他示意我悄悄掀开窗帘一角。我凑过去一看，顿时傻眼了，窗户外面早就钉死了拇指粗的木栏杆。我估摸着自个儿这点力气肯定掰不断，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拦着，我早想法子溜了。他说的对，何况我往院子里瞟，好家伙，许森邦和吴如烟俩人就跟门神似的守在院子里呢。这下彻底没戏了，就算能弄断木头，也会被他们当场逮个正着。这时顾潇给我出了个主意，姑娘，不如我们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扮鬼吓唬他们，然后趁乱逃跑。我听得目瞪口呆，这个方法怎么听怎么不靠谱。我怎么觉得你这法子比我的还不靠谱？扮鬼吓人能行吗？顾潇叹了口气，不然呢？你还有更好的办法？他们干了亏心事，心里本来就虚，说不定我这招还真能管用。而且我们已经没得选了，不是吗？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点头同意。但愿这招能……我和顾潇穿好衣裳，就这么两个人坐在棺木里，挨到了子时，饿了就取供台上的糕点垫垫肚子。顾潇精神也好了些，他看了一眼外头亮着的灯笼，我们得先把院子里的灯笼灭了。他左右看看，都没有趁手的工具。我们既不能有大动作打草惊蛇，又得神不知鬼不觉把灯笼灭了。我思索片刻，从随身带得的小包袱里取出一个吹针。这是何物？我一介弱女子，吃这口饭总得有些防身的用具。我拿着吹针走到门边，透过原先那道缝，先吹出一根针，熄灭了地上的蜡烛。这下他们的注意力都被灭了的蜡烛吸引。我飞快又吹了2根针，射灭了院子里的2盏灯笼。院子里顿时暗了一大片，只剩零散的月光稀稀拉拉。吴如烟想上前查看蜡烛的身形，顿时僵住，哆哆嗦嗦开口：“这怎么都灭了？陆瑶瑶，你还在吗？”我守在门边没有回答，透过门缝观察着他们一举一动。另一边的顾潇则撩开窗帘一角，用铜镜对着月光来回晃动，制造出明明灭灭的鬼影。你快去看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踹了一脚所谓的许副官，许森邦冷不丁扑上前，两眼正对着那根熄灭的蜡烛，吓得他飞快后退。这时我捏着嗓子学了几声凄厉的猫叫。这原本就是偏僻地方，我这么一叫，栖息在树上的鸟吓得乱飞，一些野猫也跟着叫唤起来，一时间此起彼伏，格外瘆人。正巧外面起了大风，呜呜的响，跟鬼哭似的。招得附近的野狗跟着叫唤起来。这可真是老天相助。许森邦和吴如烟本来就心里有鬼，一听这动静，再也维持不住老爷夫人的体面，身后的几个打手也哆嗦着随时要跑。火烛灭了，灯笼熄了，现在又刮起妖风，周围的狗都在叫。我听说子时是一天阴气最重的时候，猫狗都是能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。你说该不会是他回来了？许森邦也吓得心里发毛，但他嘴硬，冲吴如烟吼道：“闭嘴！哪来的鬼？就是凑巧，八成是这院里的灯年头久了，让风给吹灭了。哪家狗晚上不叫唤2声？再瞎咧咧，老子揍死你！”许森邦凶巴巴地瞪着他，吴如烟吓得缩了缩脖子，不敢再说话。我蹲在门边看时机到了，掐着嗓子发出又尖又哑的惨叫，连顾潇听了都头皮发麻。紧接着我抓起凳子，把屋里的陶罐瓦盆砸得噼啪响，又使劲捶门，动静闹得特别大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是我害你的，你别过来！深更半夜，风声凄厉，犬吠不止，再加上我这惨叫和求救，活脱脱一出鬼戏。你听，真的有鬼，那声梅都中招了，咱们快跑！吴如烟吓得一个劲儿尖叫，脸煞白，许森邦脸色也铁青，腿肚子直哆嗦。即便如此，许森邦还是咬牙硬撑。肯定是那丫头察觉了什么，故意装神弄鬼，想吓跑我们。我们进去看看。吴如烟吓得直摇头。不，我不去，要去你去。许森邦气得咬牙，狠狠扇了他一巴掌。我们害人的事都干了，还怕个死鬼？一起上去，不然你也别想活着走出这宅子。吴如烟被这么一威胁，只好哆哆嗦嗦地跟上。俩人蹑手蹑脚摸到门口，没敢马上进去，先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里头的动静。里面已经没有我的惨叫声了，只有轻微的滋滋声，像是有人在吮吸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是啃骨头嚼肉的咔嚓声。许森邦手抖得厉害，哆哆嗦嗦地摸出钥匙去开门。
门开了，里面黑咕隆咚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但那喝血吃肉的声音却更清晰了，让人头皮发炸。许森邦哆嗦着划亮了火折子，那点昏暗的火光里，只见我满身是血的倒在地上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而顾潇正整个人趴在我身上，嘴里发出野兽似的呼噜声，使劲儿嚼着什么。听见动静，顾潇猛地回过头去，顾潇的脸上全是血，面目扭曲，白眼一翻，冲着门口俩人就发出一声野兽似的嘶吼。吴如烟瞬间脸无人色，有鬼啊！他尖叫一声，眼一翻，直接吓晕了过去。许森邦也被眼前这景象看得不清，手里的火折子没拿稳，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灭了。屋外的打手听见这个动静，拔腿就跑，本就是图财，何苦搭上命？转眼间，这宅子就剩我们4人。许森邦心里发毛，但转念一想，又觉得不对劲，所以没跟着跑。好你个臭丫头，胆敢装神弄鬼骗我！不等他骂完，我猛地窜起来，二话不说，对着他两腿中间那要命的地方便是狠狠一脚。许森邦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嚎，疼得当场攻成了虾米，全在地上抽搐，瞬间没了反抗之力。我顺手抄起旁边的矮凳，对着许森邦的脑袋就用力砸了下去。杀千刀的，本小姐就赚点辛苦钱。用凳子砸完仍不解气，我又冲着他那脆弱之处狠狠跺了2脚。许森邦身子猛地一僵，这下彻底晕死过去了。眼看2个恶人都躺平了，我这才长长舒了口气，双腿一软，瘫坐在了冰凉的地上。顾潇冲我竖了个大拇指，笑得格外好看。陆瑶瑶姑娘，你可真是女中豪杰，这才哪到哪儿，干我们这行的，什么拳脚功夫、奇门暗器都得会点。若是我这次能大难不死回家，姑娘就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姑娘要什么，顾潇都会尽力办到。我摆手笑笑，现在危机还没解除，得把这俩罪魁祸首绑起来再说。可等我们找了粗麻绳，把许森邦捆得结结实实，回头想去捆吴如烟的时候，却发现那女人竟然不见了。真不知道她是刚才吓晕了自己醒过来溜了，还是压根就没晕，一直跟她装死。要是后者，那这婆娘的心机可就深了去了。不过眼下不是琢磨她的时候，赶紧跑出去报官才是正经事。我从许森邦身上搜刮一番，除了个瘪钱袋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跟顾潇一合计，决定先跑出宅子。这座宅子离县里的公署有些距离，要走过一片山地。现在是半夜，人迹罕至，周围全是层层叠叠的树影，夹杂着偶尔1-2声猫头鹰叫声。我提着煤油灯，带着顾潇快步逃离。马上身后就传来了有人追赶的声音。我回头一看，那女人带了几个打手，举着火把，要将我们灭口。眼看他们越追越近，我没有其他选择，从随身的布袋里取出一节骨笛，吹了几个音。紧接着就感觉周围的雾气越来越浓，有几个行动僵硬的人影出现其中。别再装神弄鬼了，你的把戏我已经看透了。别怕，他就是个纸老虎，给我上！听了他的话，我得意一笑，拿起骨笛又吹了几个音。只见那几个僵硬的身影猛地转身，朝这几人飞快跳去，眨眼间就跳到了吴如烟面前。被你吓了一次，我还能被吓第2次不成？他以为这几个人也是我找活人假扮的，当即将火把怼了过去，照亮了这几人的脸。只见这几人闭着眼，面色青黑，脸上布满了褐色、青色的尸斑，被火光一照，猛地睁开眼，那眼里空洞洞的，没有眼球。吴如烟彻底吓疯了，彻底昏死过去，剩下的打手们疯狂四散逃窜，生怕被鬼缠上。眼看麻烦解决，我又吹了声笛子，那几个人影慢慢跳远，周围的雾气也散了。早知道姑娘有这等本事，方才要逃出来岂不是轻而易举？顾少爷，实不相瞒，这是我们生煤的保命秘法，极其损耗心力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。记着，我救你一命，回去后要提10000两黄金来谢我。我方才催动秘法，现在气力不足，走不了几步就腿软倒地。顾潇立刻停下来扶我。别扶了，你别管我，我走不动，得缓上一阵。你快去公署报案，让他们把这群人收了。别说了，我背你走。不等我拒绝，顾潇一把扯起我，将我背在背上。他的脊背宽厚有力，我俩的肌肤贴得极近，不由自主让我想起方才在婚房里发生的一切，当即羞红了脸，将脸埋在他背上。姑娘，权宜之计抱稳了。顾潇应该是自幼有习武的习惯，现在恢复了力气，抱着我健步如飞，转眼就到了公署。警察们一听他是顾大帅的独子，立刻派人去大帅府送信，又跟着我们回到了原先的宅子。一路上他们还堵到了几个不敢跑打手，顺便把吴如烟一起带上。回到宅子，他们先是被新房里阴森的布置吓到了，再看到绑得严严实实的许森邦，不敢相信是出自我这弱女子之手，说要让顾大帅给我赐个女中豪杰的牌匾。最后吴如烟和许森邦被套上枷锁，直接押送大牢，他们这辈子估计是得在牢里过了。至于还没抓到的参与者，大帅也发了海捕文书。我跟着警察去了趟公署，录了详细的口供。顾潇则是被顾家一顶小汽车体面的接回家，事情尘埃落定。只可惜我那1400大洋属于不义之财，按法律全部上缴充公。我不敢违抗，只好乖乖交出来。等我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公署出来，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。真没想到忙活了大半夜，什么好处没捞着，反而白白搭进去1天功夫，还受了一场惊吓。我在街边的石滩上胡乱吃了碗热汤面，垫了垫肚子，才回了暂住的酒店。
一进屋，我便对着空屋子把许森邦和吴如烟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，才算出了口恶气。过了几天，公署那边派人传来了消息，说逃跑的吴如烟已经被抓捕归案了。原来这对夫妇是江湖上流窜作案多年的悍匪，人称雌雄双煞，手上背负着好几桩大案，还犯下过命案。之前办婚礼的那处公馆，根本就是他们杀了原主人硬抢来的。大帅的人已经在院子里挖出了原主人的骸骨。刚听完这个消息，我正心有余悸呢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。打开门一看，门口站着的竟然是顾潇。他换上了一套干净的西服，整个人显得格外俊朗挺拔，那模样简直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翩翩公子，还带着一股留洋回来的洋气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毕竟当时对人家又摸又亲的。顾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可是跟我拜过堂的娘子，我自然是来找你的。我听了这话有点懵，干我们这行的嫁了没100也有80个，像我都嫁了108回，也没见有谁回头来找过我。当然了，之前我嫁的那些便是想回头找我，也有心无力。顾少爷，那做不得数。再说那1400大洋的聘礼，我也归还公署。你我之间一无媒妁之言，二无父母之命，拜堂也是跟个公鸡拜的，根本不算夫妻。顾潇却不管不许，上前就抱住了我，低头便吻了下来。那天晚上我动弹不得，是你主动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一吻结束，顾潇将我抱在怀里。那聘礼没了就没了，我父母已备好万两黄金作品，让我娶你过门，明日便有媒婆上门。不管八抬大轿、凤冠霞帔、十里红妆，还是婚纱婚戒，我顾潇都会给你，只求陆瑶瑶应了我，做我的娘子。他给了我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，1万两黄金，那岂不是能堆满我这间屋子？可我转念一想，人家是军阀世家，有权有势头，我一个命中孤寡，嫁了几次的生媒，怎么配得上？我将人推开，开门请他走。顾少爷，你我不是一路人，请走吧。顾潇很聪明，他将我的神情看在眼里，立刻猜到我是因为什么不答应。瑶瑶，你若是担心我父母，他们之前就见过你，很喜欢你。我一头雾水，根本不记得自己同大帅府有什么交集。你可还记得10年前有个不会说话的男孩？10多年前，京城外的一个渡口上，一位气质雍容的夫人带着她10岁左右的儿子，正在等渡船。这男孩不似同龄孩子吵吵闹闹，反倒出奇安静。一问才知，他自幼便没开口说过话。这些年，为了儿子的病，他不知跑了多少地方，见了多少大夫，可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，失望而归。半个月前，他听说京城有位名医善治小儿呆症，便带着儿子千里迢迢赶来求医。他儿子其实聪慧过人，小年纪便已能读懂许多深奥书籍，教书先生都夸他是奇才。要是他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开口说话，该多好啊！夫人嘱咐了儿子几句，叫他乖乖坐着别乱跑，他去就回。可等他回来，却发现儿子不见了。他急忙找了一圈，才看见儿子正站在角落里，对面站着一个梳着双压髻的小姑娘。夫人赶紧跑过去，一边把儿子往回拉，一边气得用手拍他屁股，眼泪也下来了。娘叫你在那儿等着，你乱跑什么？你连话都说不清楚，万一跑丢了，让娘去哪里找你啊？你是不是要急死娘啊？顾潇挨了打也不哭，反而咧着嘴笑。夫人看着心里更难受了，觉得儿子这病怕是好不了了。没想到儿子摊开手掌，里面是个小巧的蝶形发簪。娘，好看！夫人一下子愣住了，许不上儿子开口说话的喜悦，又气又急。好啊你，现在还学会拿别人的东西了。我见状连忙上前解释。夫人别打他，这发簪是小哥哥拿唐人跟我换的，不是抢我的。谢谢你，孩子。此时顾潇提起，我才想起当年的情景。一个小哥哥用唐人就换走了阿娘留给我的发簪。你是那个不会说话的小哑巴？不对，你后来开口了。是，自那以后我便能正常说话。爹娘寻遍高人，都说我是心结得解，却不知是遇着了我的贵人。他说着，从袖中取出一只蝶形发簪，正是当年那只，只是边角被精心打磨过，更显精致。这只发簪我娘珍藏了10年，总说要寻到换簪之人好好报答，如今总算得偿所愿。瑶瑶，你是我的贵人，我的恩人，我这辈子被你救了2次，不止心属于你，这条命也属于你。话说到这，我也不再拒绝，搂着顾潇的脖子就亲了上去。次日清晨，顾潇果然准备了8抬大轿和媒婆上门，连带着20几箱聘礼。时隔多年，我再次见到了顾夫人，她果然还记得我，笑着将顾潇的手交到我手上。往后你们夫妇一体，好好过日子。洞房那晚，喝过交杯酒后，顾潇跪下对我发誓：瑶瑶，往后余生我定护你周全，再也不让你做那些折寿的营生。那可说好了，以后赚钱的事就交给你，我只管享清福。是，全听娘子的。红烛摇曳，映着2人相拥的身影。曾经靠替人续香火谋生的生媒，终于在第109次婚礼上寻到了属于自己的圆满，而那些算计与危险都成了过往云烟，往后只剩岁岁年年的安稳与欢喜。